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爱福林。嘿嘿，万圣节就快到了，怎么能少了可爱的小幽灵呢？今天爱福林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幽灵，在这一集中也会浅谈一个小技巧，环形起针数和形状的关系。你的小幽灵是要圆胖还是修长飘逸呢？这些都和起针数息息相关哦。让我们一起来购置它吧。线材使用的是4股牛奶棉，除了小幽灵是白色，其他万圣节常用的色彩元素有黑色、橘色、紫色，提供大家参考。其他所需要的工具，大家可以依照材料表来准备。我们先为它钩织小手，锁边起针，起针之后钩织3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直接在最后一针钩织1个中长针，可以挑起上半针和背后的里衫这2条线一起钩织中长针，接着引拔断线，完成一只手。我们钩织2个这样的小手，接着是主体，环形起针，第一圈1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它不算在针数里。接着钩织7个短针，钩织短针时，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我们在第1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在放记号扣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把这个短针撑大一点，在结尾引拔相连时，钩针会比较好穿进。接着剩下的6个短针，第一圈的短针起针数会决定这个圆形织片在拓展的过程中，它会成为一个平面或者是像碗的形状。现在起的7个短针，在后续拓展圆形时，这个幽灵的体型会稍微胖一点。7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，接着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我们可以稍微拉一下这个短针，让这个短针的针目洞眼大一点。接着引拔，钩针穿进针目之后，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收紧，避免它跟2旁的针目混在一起。接着第2圈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在每个针目进行加针。这是第1个针目，它会和上一圈的引拔针是同一个位置。每一次的加针就是在同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这是第1个短针，我放记号扣。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2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次的加针。我们在每个针目都增加1针，第2圈增加了7个针目，一共完成14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每一圈结束都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在引拔的时候注意，这里是起立针，而这里才是第1个短针。如果有在第1个短针放记号扣的话，就比较容易分得清楚。
拔之后，都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第3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内容。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而第2个针目一次加针。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，每2个针目就增加1针。中括号内容总共重复7次，这一圈完成21个短针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后续可以按照以下的拓展规律完成这个圆形织片，而第6圈到第9圈不做针数上的变动。在我们第1圈起针数是7个短针时，完成到第9圈，织片会呈现这样的形状。若你调整了一开始的起针数，比如起针数是6，那么按照后续规律在拓展织片时，这个织片就会再小1圈。而如果第1圈的起针数是5个短针，那么这个织片会再更细长。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3种起针数的差别，来决定你的小幽灵体型。而它的身长可以透过钩织的圈数来决定，你可以借由不加针的圈数来调整它的身长。第10圈，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先连续13个短针，接着下2个针目，我们要结合它的小手。我们将手的线头置于上方，而手的哪一面都可以。与针目结合钩织时，我们结合这个小手在线头两旁靠近线头的线圈，分别结合1个针目钩织。我们先将钩针穿进小手右方的线圈，再继续穿进针目。手的2个线头可以藏到主体的内部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。接着是左边的线圈，结合下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这样小手就结合起来了。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5个短针。接着以相同的方式结合另一只手钩织，这是结合他的手的钩织方法。你当然也可以调整这个双手的结合位置。2个小手结合完毕，接着钩织剩下的13个短针。这一圈的短针总针数与上一圈相同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11圈我们再增加一些针数，3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再连续3个短针，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5次。这一圈增加5针，增加针数的目的是用来衔接它的裙摆。而第12圈每个针目1短针。若你是钩织中型或者是瘦长的幽灵，可以参考影片最后的文字解。而第13圈，我们调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1个短针。后半针也就是远离我们的那个线圈。仍然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调每个后半针，钩织短针。我们在第1个所留的前半针先放上记号扣，而所留下的前半针将会用来钩织它的裙摆。
这一圈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而后续的圈数，我们会将这个织物做收口。第14圈，一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以5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内容，先连续3个短针，接着一次减针。我的减针方式是一次挑起连续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次减针。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，减去8针，完成32个短针。我们按照后续的减针规律进行减针，将织物进行收口。而在织物完全收口之前，可以先填入填充棉。在第17圈连续8个减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之后，接着就可以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进行收口。我们可以利用所留的线头，一一穿过最后一圈的前半针，最后拉动线头，将这个口收紧，并且打个结，藏好线头，这样织物的缺口就收好了。接着是幽灵的裙摆，我们让最后一圈朝上，从第13圈所留的第一个前半针开始重新起线。起线之后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每个前半针钩织1个短针，我们仍然使用10字短针。起始的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，再做修剪。在这一圈有40个针目，因此会完成40个短针。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下一圈，一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。接着我们以5个针目为一组，第一个针目1个短针，这里的短针可以使用普通短针。第2针1个中长针，而第3个针目钩织2个长针。第4个针目钩织1个中长针，第5个针目1个短针。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，我们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直到结束，这样裙摆就会成为一个波浪状。裙摆钩织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接着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最后为它加上表情，或者是制作一些配件，比如南瓜，或者是帽子。南瓜和帽子的图解可以参考影片所示，都是利用环形起针的起针数不同来完成。而如果你想钩中等或者是瘦一点的幽灵，也可以参考下列的文字解，高矮胖瘦由你决定。哈哈，隐藏版是猫猫幽灵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记得在留言处告诉艾芙琳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
拜拜。